那么抗议的民众躺在地堡前的马路上抗议房价居高不跌。居住正义改革联盟连续5天都夜宿了。今天回到这个低薪话题的本身，我们看到这个薪水呢，所谓的薪水线，在高压时代，你选择躺平还是努力呢？有时候甚至想就此躺好，不再努力了。身为台湾人，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困境。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对于人生的这个目标，就是认为念好书，考好一个学历，然后当完兵，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最后买房买车，结婚，有个家庭，那么我的人生基本上就稳当了。然而人生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说。我现在一个人旅居在西班牙这边。那这样的生活，其实在我小时候我是无法想象的。我没办法想象人生会带我走到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已经旅居世界7年了，那么曾经待在上海4年，之后呢，到了乌克兰约1年半。那么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我离开了乌克兰。那现在刚到西班牙。工作方面呢，我现在已经不再为任何公司工作了。我现在拥有一份线上事业，支撑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形态。我理解身为台湾男人的难处，我自己本身也是台湾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台湾男人确实要面对很多生活的困境。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故事，我要告诉你我本身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让我从一个原本是加班的科技宅，到现在成为一位旅居世界的创业家。我人生第一次的背包客旅行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我是去纽西兰。在那之前，基本上我是不旅行的，在台湾很多地方我也都没有去过，那平常也没有真的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所以无论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或是对于拓展社交圈的可能性，都是非常的疲乏的。而在那一次为期50天的背包客旅行，我认识了很多我过去无法想象的朋友，以及体验了过去我无法想象的生活体验。那在那一次的体验，我告诉我一件事情：原来我对于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有这么多朋友是可以认识的，有更多生活形态的可能性是可以让我去发掘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我决定要可以成为一位旅居世界的台湾人。而在约2013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可能让我达到这样生活目标的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台湾的一个科技公司，那这个台湾的母公司想要在上海拓展大陆的业务。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收入也不错，但是慢慢的工作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当你为一家公司工作时，其实最终公司还是以公司的未来为主要的考量。就在我努力几年之后，有一天董事长告诉我，我终于正式升职为公司的经理了。但是当时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董事长在后面说，既然我身为公司的主管了，所以未来无论是我的假或者我的自由时间，我都不能随意的去使用了。在当时，我才发现一件很关键、很根本性的问题。原来我走了这条路，我一直以为它朝着我的生活目标迈进，但没想到越成功，反而离我的生活目标越来越远。虽然我当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我要干嘛，或者我能干嘛，但我知道我正在走向一个我想要往前的道路跟方向。离职之后呢，那么当时为了节省开支，所以我和其他3个朋友一起合租一个公寓。那么当时这其他3个室友都是比我小10岁左右的社会新鲜人。那么我当时想想，就是说，其实我周遭的一些同事跟朋友，很多人都已经买车买房、结婚生小孩了，但是当时的我还是在想着
怎么样可以达到我想要旅居欧洲的生活。那么当时因缘际会，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人，是一个美国人，他也是一个创业家，本身已经旅居在欧洲10几年了。他当时是住在一个国家叫做拉脱维亚，那么的首都是里加。他有提供1对1的付费咨询，但是呢，1个小时要价$500。那么当时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本身很有限的储蓄，我看一下我手边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决定，好吧，只要有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我现在都非常的需要。Is it Bobby? Yeah. Tell me what's the story? What's going on? What can I help you with? Yeah, consider my finance situation. I think I want you to tell me that when or what should I do before I move to East Europe? Well, so I could tell you, I don't know how much money you're making now, but let's say you're making, I'm just going to simplify it, and let's say you're making $1,000, the equivalent of $1,000 per month. Yeah. Compare the cost of living from Shanghai to, let's say, Vilnius. If Vilnius, for example, is, let's say the cost of living is, let's say, 20% less. Consumer prices in Shanghai are 14% higher than in Vilnius. So my goal is when I get to $3,000 a month in location-independent income, then I move to Vilnius. So I have to make sure that I can make the income before I move to East Europe. I would. That's the way I would do it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be struggling. Like, what happens if you get there? You're living on savings. You can't figure anything out. You're not making any money, and the problem is it's an emotional burden. You become overly stressed, emotionally stressed. You don't want to move there in such a stressed state of mind that you can't enjoy. You're too focused on survival. No, your brain when your brain is in survival mode, it's hard to be productive when you're in survival mode. 当时真的被他当头碰喝的一句话给打醒。原本以为他会给我一些激励的话，鼓励我去，对不对？网络上许多这个心灵鸡汤告诉你说，去啊，追梦啊，你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不用担心啊。但没想到他给我一个非常非常中肯、现实、有用的建议。说到底，我还是必须要拥有一份可以让我支撑这样生活形态的收入与事业。当时我在上海已经是一位摇摆舞老师了。那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学习了摇摆舞约1到2年。那么我在上海成立了一间摇摆舞学校，平常呢就是每周都固定办舞会，让大家可以来跳舞。对于那些想要精进自己摇摆舞技的人，我也有开设这一个摇摆舞的课程。那这份课程的收入基本上就是我在上海生活的主要收入。创业的生活其实蛮孤独的，没有错，你看似很自由，你每天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起床，没有人会叫你要去加班上班，你并不用为任何人的工作，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工作，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休息，你可以完全放自己的假，看似真的非常非常自由，但事实上在这份自由的背后，其实是非常的焦虑与纠结。而在这样的纠结与混乱的生活里面，我必须要找回自己生活上的规律跟纪律，必须要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创业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人会比你更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你会失败。后来其实很多朋友问我说到底我当时是为什么那么有自信？为什么我会相信我会成功？我后来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我过去背包客旅行的经验。当时在背包客旅行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住在一个青年旅馆的地方。那平常吃饭呢，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自己煮。其实那样的一个开销并没有很大，我发现其实我有办法在那样的状况下还能够活下去，还可以怡然自得。那我想，其实如果创业失败的话，最惨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个样了。而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粉丝给我的回馈。当时我已经开始进行内容创作了，
我写的文章、podcast 跟影片，很多粉丝都给我很正向的回馈，告诉我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很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说，我心里面就安定了许多。我只是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而已。所以我当时就是抱这样信念前进，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先把我的 routine 做完。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去上海的一间咖啡厅开始去工作。我还记得那间咖啡厅，它有个饮料是叫做桂圆红枣茶，人民币35块。我每天进去就会点这个饮料，坐下来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学习写文章、写文案，学怎么去做行销，学怎么去架网站，学怎么去做产品制作，任何只要跟我打造事业相关的东西，在当时每天我都会去做。时间慢慢的过去，我的存款也开始慢慢的要见底了。在创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这个心理压力，我都会透过去弹钢琴，让我去度过创业初期的这些煎熬。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支出再降低，所以就忍痛把这个钢琴给处理掉了。因为我必须要给自己买时间，让我可以度过创业初期的这份难关。在2019年，我下了一个决策，我决定离开上海。那这也代表我再也不会有摇摆舞的收入了。而接下来，我也正式全职的进行我的线上事业。而在这一刻，我过去所有的努力，我过去打造的所有价值，就在这一刻全部的爆发。我的线上事业开始呈现爆发性的增长，而我也认识更多创业的伙伴。我们一起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努力，打造更多的价值给台湾的男人。而我也终于开启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旅居生涯。我终于开始活出我当初离职给自己设定的生活形态的蓝图。这一路走来，我选择了跟很多台湾男人不同的道路。我们台湾男人确实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困境，但是这些困境也造就了现在的我。无论你人生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你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我今天想问你的是，你是否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你是否可以在你死之前的时候告诉你自己说，我真的活出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了？这个道路是好是坏，我们先撇开不谈，但你是否可以跟你自己说，我真的活出我所选择的道路了？Hey, Bobby. Wow, it's been 6 years. How are you? Good. It's been a while.